苹果在这周公布了上个季度，也就是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财报，并且为之召开了财报电话会议。在去年的下半年，苹果卯足劲儿发布了不少的新产品，从 iPhone。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next generation of iPhone. 到 iPad. It's about to get even stronger. 再到 Apple Watch. And we continue t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what Apple Watch can do. 以及最后强有力的 MacBook Pro. I'm thrilled that we're bringing Apple Silicon to even more systems.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苹果在上个季度一共挣了多少，并且在这次电话会议中又透露了多少对于未来的规划。先来看看钱，苹果上个季度的营收是1239亿美元，净利润346亿美元，又创下了历史新高。作为参考，苹果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的营收是1114亿美元，净利润是288亿美元。在其中，苹果的营收为716亿美元，占了总营收的57.8%，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9%，这说明新的 iPhone 13系列对于消费者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不过 iPad 的营收反而降低了 ，iPad 的营收为72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比降低了14%。苹果对此的解释是 iPad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供应链问题的影响。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年的 iPad mini 和 iPad 9对于大家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有可能大家正在等更高端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怎么看？ Apple Watch 的营收并没有单独列出来，而是和其他苹果的家用系列产品以及配件放在一起计算的。总营收为147亿美元，同比也是增长了13%。然后是 Mac， 营收为108亿美元，占了总营收的8.8%，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25%。这也是 Mac 在历史上第一次营收突破了100亿美元。只能说苹果自家的 M 系列芯片果然给力。聊完钱，我们就看看苹果的电话会议里，在提问环节揭露了哪些有趣的信息。一个是有人问到了 Mac。Tim Cook 在聊到 Mac 时也提到，这次 M 芯片非常成功。The response is very much because of M1. 10个购买 Mac 的消费者里有6个都是第一次购入 Mac 的用户。然后也有人问到了元宇宙，现在可以说很多人都正在观望苹果对于元宇宙将会有什么动作。之前的传言是说苹果的 AR/VR 眼镜大概率将会在今年发布，但是最新的消息又表示这很有可能将被推迟到明年。我也正在整理准备做一期关于元宇宙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更新了。Tim Cook 把关于元宇宙的问题转到了 AR 上，他讲到在苹果商店现在有14000多个和 AR 相关的软件，足以看出苹果对于 AR 的重视。Tim Cook 也说，苹果看好这一领域，并且已经在这个领域发力。So we see a lot of potential in this space and are investing accordingly.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关于苹果自己觉得在哪个消费市场，苹果还没有开始深挖。Tim Cook 提到了 Apple Card 苹果卡。这与之前彭博社的一篇报道不谋而合。那篇报道讲了苹果在2019年发布苹果卡之后，虽然口碑不错，但是一直没有大面积铺开，既没有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发行，消费的奖励也不够吸引人。苹果完全有实力在这一方面发力，并且有可能在金融市场掀起一些波澜。而 Tim Cook 也在电话会议里提到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并且他觉得这一块会在未来有很好的市场。 Apple Card has a great runway ahead of us. 最后有一点是关于 Apple Watch 健康功能的。我在之前的2022年苹果产品展望的视频里提到过，苹果的 Apple Watch 团队在血压、血糖和体温方面都正在进行研发。这类提问也问到了 Apple Watch 下一步的健康监测可能是在哪一方面，但是 Tim Cook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极度模糊了。他只提到了他对现状很满意，对未来也很期待。We're really satisfied with how we're doing in this area. 所以想知道 Apple Watch 8究竟能够更新哪些健康功能，我们就只能等待更多的消息流出，或者说要等到它发布的那天才能知道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